Bukit Jalil 又有新项目诶，在哪里哦？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的那一个项目 Kingswood， 现在终于迎来了第2期正式开卖了。那这个项目终于是大单位了啦，大单位。然后它的位置呢，就坐落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这个大商场的旁边，这个位置扑上来就是在那里而已。它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挑剔的一个境界啦，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什么？它步行可以来到这个商场，这商场是一个新的商场啦。第二点，它过去对面路呢就有一个大型公园。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olf course 绿地18个洞的，所以你无论是看哪一个景观都是开扬开阔，很不错的风景。它还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来到地铁站，然后甚至来到商场，来到公园。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这么大单位来讲啊，已经是很不错了的，而且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体验看看这个项目到底长什么样了，我们就走啦。商场的外面呢，就有一个这样大的广场，它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更换。如果你们有小孩想要过来这里体验的话哦，可以来这里玩玩的，这里就很不错，很多东西玩。除此之外，如果小孩子想要溜冰，这里的顶楼也是会有了。然后戏院啊，还是你讲楼下的这个大型书籍书塞呀，都是相当好逛的。卡拉 OK 房、攀岩活动、火锅店，甚至是面包店、餐饮业，这里通通都有，就连家具店都有好几家，琳琅满目。如果想要体验一下Bukit Jalil的生活啊，我觉得你来到这个商场，来外面公园走一走，你就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体验。我可以讲，这里是完善。非常完善，地铁有，公园有，高尔夫球绿地有这种室内的设施有，中式的酒家也是有，广场也有，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孩，是一个很不错生活的地方。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里。在教育这方面，从黎明华小到国际学校、IMU 医疗大学、APU 科技大学都在几公里的范围以内。交通方面，Bukit Jalil可以说是四通发达，无论你是南下Seremban还是北上去吉隆坡上班， Kesas Highway、Max Highway、NPE Highway、Suki Highway 都是快速连接吉隆坡市中心的一些主要干道。我们最靠近的地铁站 LRT Awam Besar 乘搭这个 Seri Petaling Line， 不管你是去 KL Central 中央车站，还是吉隆坡市中心上班，或者去Puchong或者苏邦方向走，都是非常方便的。Hello， 大家好，今天 SY 带你看房。那如果你了解了整个环境过后呢，没有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Bukit Jalil的这个全新项目。我们分别有2+1房、3房，甚至是4房的选择，都是有的。那我们就看看身后的这个 Queenswood 的模型吧，我再跟你一一的讲解。OK， 这个项目在刚刚初期开卖的阶段，所以我们连简介都还没有做好。这个模型沙盘刚刚做好的情况下，只有单张一个。那我跟你讲一下它的规格到底有什么。那这个房子的楼下呢，它会有3个这样子的零售商店 retail 啊，所以到时候我们这个发展商会在这里做一个便利店，可能会有一个 laundry 洗衣间，还有其他的店铺会坐在楼下的。那这个房子呢的规格是3.44英亩上，建了全是2+1房、3房和4房，总共会有2栋楼，而且是50楼高的。那这个房子的话呢，我们有特定的方向，都是可以看得到高尔夫球场 Bukit Jalil Recreational Park。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还是要重申的讲一句，它是步行可以到达 Pavilion Bukit Jalil 商场，可以到达 LRT 地铁站，而且步行可以到达刚刚讲的这个大型公园，它绝对是Bukit Jalil最中间的这个位置了。那这项目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兴奋呢？因为这里它建的是适合自住的房子。那我们先了解这个房子的规格啦，它是以一个人形这样子的设计来做这栋楼的，所以看起来像是2个大 Y 啊。那我们每一个朝向，每一个facing平均会有4间到5间，然后中间会有6个不同的 service lift 啦 ，good enough。OK， 然后我跟你讲一下这边后面呢，这个facing是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快的这个朝向来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单位全部是那个3房还有4房比较大的。那你着重看这一点的话呢，这一个facing的价格是 around 出1个 million 多的，也就是说这个facing本地人外国人买都可以。那我们后面这些呢都是比较小的3房还有2+1房，这些单位的话它的那个价格呢是在700多800多千这样子啦。
around 这样子，所以那些单位会性价比高一点点。所以简单来讲，这边本地人、外国人可以买，后面全部是本地人才可以买。那我们楼下这些一块块的呢，是我们停车层。那我们这边最少呢都会有2个停车位的。那我们特定单位会有3个，有些还会有4个。这个你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联系号码，可以知道车位在哪里了。那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楼层呢，这是 Level 9了。像 Level 9这边呢，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层。公共设施层其实它还挺丰富的。这个玻璃屋我们做了一个挑高 ceiling 的 badminton court。我们总共这边会有2个，然后同时间呢，出了这个小门过后呢，这边的上面这整块是一个健身房。这个健身房的大小是超过2000 square feet 的。下面这边是一个大型的小孩子玩的游乐场 playground 这样子。游泳池是很大的一个 lap pool， 有一个拐弯的。儿童 wedding pool 也是必不可少的啦。所以你在这里带上老人在这里散步用下这些保健的设施 facility 做下运动，其实都是还很可以的除此之外如果你可能会问有没有一些室内的设施，有，我们也是有。所以在旁边那边有个像是图书馆、游戏间的呢，全部会坐在这一块。这里是挑高 double ceiling 的，就是讲实际你住在里面那个效果是很高级的。来看看这个是游戏间，我还蛮期待他们做那个 3D 出来，让我好呈现给你们大家看。现在只能看沙盘这个要多多包涵一下。所以这地方呢，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 Bukit Jalil 不是有一个商圈，就很多办公楼，还有吃的，还有那个银行的那条街，就是我们后面这块，它会开个小门，让你轻松来到这些银行，都是很容易就可以到达的。那我们这边就话不多说，马上看这里的样板间来。那现在我们先看最大的那个样板间，也就是131平米1410 square feet 的4房单位。那这个单位我可以讲是拥有最美的景观，因为这个单位全部都是看着 golf view， 还有看着大型公园绿地的 view， 而且右手边还看到 pavilion 的整个大楼，非常的漂亮。现在先看看样板间初期长什么样。好啦，我们从大门口这里开始讲起了，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入口玄关位置。那这里地上的这个箭头呢，它主要是跟你讲，这里呢它是一个小斜坡，它不会有 step up 阶级的，所以如果是老年人他们脚不方便是坐轮椅的话，轻松可以进到来。这单位有2个不同的户型，分别是现在你看到我们样板间的双钥匙会一开门进来就1分为2，看到2个门。那另外一个户型是如果你不需要双钥匙，可以我们把那个这里稍微的改了一下，就是大门进到来直接看到客厅，而另外一个房间的入口是在另外一边。这个 showroom 呢，因为是双钥匙，所以我们这里进来过后直接到其中一个 studio 房。那我们这里进来也是有一个门的，来我们进来看看。你这边是可以做成一个 pantry， 可以有自己的茶水间，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冲咖啡还是什么。这个位置才是真正睡觉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这里看出去的景观就好像刚刚我跟你讲的一样它看出去是看着绿地，看着高尔夫球场，看着公园。那这个房间的话呢，它已经是配好了这个 aircon我们的地板全部是这种比较深色系列的木地板好，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小房间套房啦，所以它一定是 come with 一个连带的厕所。那这个厕所就是那个洗面盆它实际是在这个位置，有马桶，还有 water heater，and then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位置，让你做这项事情，大概会这样。然后这边也会有个窗口通风。好，这样这个房间基本上我是大概给你知道是这样到时候这里有个 pantry，OK， 然后这里还可以做一些你的衣柜、储存柜。那对于有些人呢，他们只是3个房就足够，然后也觉得这一个空间可以出租或者当成home office 的话，其实这个户型是很适合这种人的 ，OK。然后可能你突然间几年后想生多一个孩子呢，你觉得多一个房才够用呢？这个户型是 best 是可以考虑的。好，来到这边呢，我们又回到来20尺的这个大客厅，每次来到这边都觉得很舒服。我们的客厅看出去的这个是一个窗口的风景，然后我们饭厅后面你看到这个框呢，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 sliding 推拉门 sliding door， 然后后面这个部分，这个框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台的大小，阳台看出去公园还有 golf 就是这里看出去的
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后面黄色的这一块呢，实际上厨房柜子它是包含在里面了的，它就是占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中岛 island 啊，然后我们的比如说冰箱油烟机煮饭炉hood and hob这些都是已经包含在里面。然后这一个洞到时候是一个窗口，OK。然后这个门是去我们的后院子，我们叫做 yard。我们去后面的 yard， 然后来到这边，你可以打造成是厨房，你可以在这里洗衣服。反正这里你应该不需要再做什么装修了的。原因是我们连窗口都已经安置好了，而且是会做成封闭式的。因为我们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旧 condo 以前都会做半墙的，这里你要自己另外安装，这里已经做好了的，不用担心。然后这个橱柜实际交楼是没有这一块，然后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空间其实是很大很够的。这种 design 叫做 dumbbell design， 所以房间在另外一边，另外3个房全部在这个走廊里面。来，我们进来看看，这种叫做 guest toilet 客位 sharing toilet 这边洗面盆有的在这里，马桶我们这个楼的交付它都是偏暗色一点点的，就连我们的地上都是浅灰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是次卧吧。那这个小房的话呢，它也是有大面积的窗口，然后你装上客灯，大概感觉就是这样。实际上这里会有一个黑色的框材，这边是玻璃，窗口是可以打开的。OK， 那这边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发展商呢正打算做一个橱柜展示给你看它的空间。我注意到这个房间它的窗口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1400 square feet 都是 corner unit。这里向出去的外面叫做天井，是一个 void 通风的。那我们先看看那个 master room， 这个 master room 我非常的喜欢看得到外面这个漂亮的景观之余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梳妆台空间，还有那个衣帽间可以做得非常的大。发展商呢是会在这边做一个柜子啦，那柜子大小也就是这个，它附送的那个范围是这里。整个项目呢只有主卧的这个衣柜它是有附送的，然后 aircon 的话它也是有附送的。如果是4房的话，它送的是3台，主要是客厅master room 还有 studio这3个房间罢了。其他那2个房间的话它是给好那个预留的位置，你安装那个主机上去就 OK 了啦。那我们从这里进来的话呢，是我们的套房的厕所。厕所的交付其实它也一样有洗面盆，有镜子 shower screen 这些都会有，基本上是这样了。我们就马上去看下一个户型。作为 Queenswood 第2大的户型，这个是3房的户型，1206 square feet 112平米。这个房子的话外国人可以买，本地人当然可以买啦。那它的价格呢是超过1个 million 的。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它的空间长什么样子。Before 我开始之前，这边要跟你说，样板间是没有阳台的设置，我们也有阳台的设置，2个选项都有。来，进来看看。进来过后这边是有一个 study area 的，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让你的父母在这里看京剧，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OK， 它是作为收纳空间study area 这样子的功能，而且这里是有窗户，是开阳的。我们进来这个空间呢，这里我一个字形容它是正方形，它真的是一个正方形来的。好，你看一下这个空间有多大先。那我们这边有2个选项啦，刚刚有讲到，如果有阳台，这里就会有一个隔断，有 sliding door， 所以你的阳台就大概是这样大。如果你选没阳台的话呢，就是现在你看到这空间，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做一个 window bay 飘窗，后面就是高尔夫，你讲几厉害，这个很不错。那后面这个降空的地方又干什么用呢？这边是我们的厨房来的，其实，厨房到时候是一个 L 型的设计来的，然后这边放一个中岛，是不是很完善了嘞？马上就画面出完来了，对不对？你到时候如果安排来看我们的样板间的话，应该到时候就做好了的，现在还没有。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后阳台，后阳台身为大单位之一，我们给的 washing machine 洗衣机、干衣机呢是分开的，2个都有，这样2个都有。也是足够位置做些柜子放你的洗衣粉如果你有很多品牌会用。那这里的话它是3房的设置嘛，现在这个左边的呢是直接进来我们主卧的，这里没有走廊，一步回来主卧，所以它是一个正方形的空间，这房间真的是很大。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些柜子，也是完全没有牺牲到我任何可以走动的空间。这个单位也一样，它全部一定是看着大公园，这里就是 pavilion 啦，百威年。到了周末的时候约上孩子
简单去楼下对面的公园散个步，你讲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activity？ 这里的配置和刚刚我讲的洗面盆那些镜子是一模一样的啦。我们再进来看的话呢，你会经过一个 sharing toilet， 那这个厕所是给2房跟3房共用的，你也可以当它是一个客位啊。你看这个房几长，它是长啊。你看放了床啊，你前面的这空间拿来做什么？当然是放衣柜或者放化妆间呐。这部分开始全部是窗口，这里有一个门口进来啊。如果想要房间有2个是套房的话啊，这个非常合适的。它原来是有2个房是连带厕所的，现在我带你看另外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啊。这个是儿童房，如果孩子在这里生活的话哦，孩子还很小嘛，他一定要靠着父母，这样那父母可以选择住这里。这个房间就非常靠近父母咯，听到有声音就会过来敲门，很好哦。然后他在这里睡觉之余哦，这个空间可以做他的儿童玩乐区，整地是玩具这样。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基本上这个屋子呢，唯一的走廊应该就是这边。Anyways， 这个是一个 good design。我这个本地人、外国人都可以买。Partly furnished， master bedroom 有衣柜，然后 aircon 有3台，然后洗衣烘衣机有，厨房柜子有啊，这样子。想要更多 info 的话，记得点击上面来了解更多。我们来到了第3个户型，这里是936 square feet， 这个的话本地人买。那这边是3房的配置，然后客厅这里有18尺宽的大客厅啊，对于3房来讲，这个是非常舒服的。想要在吉隆坡这里找到3房，然后是横向客厅的，我可以跟你讲是很难得的。那这里啊，有2个选配，一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没有阳台的设计，如果没有阳台的话，你可以甚至把客厅的空间也充分利用了，把它变成了一个角落间。如果你有一些小宠物的话，这边隔起来，你每天回家还在这里跳跳跳，我觉得哇，极有氛围啊，对不对 ？OK， 那如果要阳台的话也没有关系，反正这里有2个选择，都可以选的。那这个饭厅呢，它是向着大窗口啦。来到我们厨房，现在是空的，实际上有交付的厨房呢，它会是这一块这样子直排式的设计。那这个房子如果有需要，你觉得想要做一个很精致的吧台的话 ，OK， 这里可以足够一个位置跟他送的这个 kitchen cabinet 做个并列，那你就会有2排可以用了啊，就好像很好设计这样的感觉。OK， 那后面这里一样是有一个后院子，那这一个他送的东西有点不一样了，大单位全部给洗衣烘衣分开，但是这个比较精致的小单位我们给2合一 ，dryer and washer 2合一在这里。那这边你还可以做一些收纳的空间，一样的，这里有一个窗户，到时候会给遮的好好的啊，这些你已经不需要再装修太多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master bedroom 啊，刚开始起步1家3、4口呢，这个房子是绝对 OK 的啊。你看啊，这边它现在放了 queen size 的床，空间还有很多。然后我们这里特定的单位刚刚讲了嘛，它是可以看得到高尔夫球场。那如果你不是看高尔夫球场的话，我们甚至有看着 KL 看到一点 TRX 的景观。除此之外，我们也有看着那个黎明华小那边的景观，那里叫做不中啊 Kinara 那个方向啦。那这个套房呢，旁边这边也会有一个衣柜啊，到时候我们 showroom 完善了过后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后面这里一样是有镜子跟洗手盆啊，我们的马桶这些东西都一样。那我看完了1房，我们还有另外的2个房。来，我们先看看这个房间。好，这个房间呢，比起刚刚那些房间，它会看起来紧凑一点点的。前面还有位置做个衣柜啊，它不会挡到你的窗口，你窗口看出去也算是很开扬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房，小房的话呢，它的设计呢就做了一个 super single 的床，一样是有一个大型的窗口，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个小孩子做功课的地方啊，甚至是做成衣柜，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它3个房间，我们是确保你有足够的空间做衣柜，还有做那个 study table 啊，这边全部都有帮你照顾到了。然后这2个房间是共用一个厕所啦，这里是3房2厕。OK， 这个是 Queen Suite 最小的户型。如果预算比较紧凑，是一个 first home buyer 的话，我觉得入手这个是非常 OK 的。这个的价位是在70头或低一点点就可以买得到。OK， 作为最小的户型，我们也是有2个选择，要不就是有阳台，要不然就是没有阳台。没有阳台的话，里面的空间更大一点点；有阳台的话啊，就多了一个阳台了。OK， 2+1房，我们现在马上
上进去看看了。那这个空间呢，是非常 OK 的。大门口呢，比起其他的好像小了一点点，但无论如何，放鞋柜的地方是有的，每一个 layout 都一样，不会因为你比较小呢，我们不给。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2+1房就会多了一个这样的空间，作为一个 study area 或者坐着穿鞋的地方，甚至出门之前搞好你的工作，这空间也是非常舒服的。后面做个书架都是非常的 OK 的，你看整个Harry Potter 图书馆一样 ，OK， 来进到来。这个空间，因为毕竟是比较紧凑型800多方尺了，所以我们的客厅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横向的设计。但无论如何这里都有一个12尺宽的空间，12尺宽的这个间距，我看电视机还是非常的舒服。如果家里成员突然间想打开阳台经过的话，也不会觉得很逼，不会很拥挤，没有什么阻碍到我。OK， 所以现在这空间呢，它是我们这个没有阳台的设置。客厅讲到这样漂亮，这样厨房怎么办？厨房也是非常 OK 因为我这样子看这种户型是最实用的。我想讲的是，厨房柜这样子做了起来你怕油烟跑出去没有问题我只是需要在这里做一个隔的玻璃 glass panel door， 我就可以把这个空间给封起来，然后我甚至还可以做一个 island， 看着我的孩子看 Cocomelon 就是非常的 OK 的 layout 来的。那后面那个院子呢，它是比起刚刚的当然小一点点啦，但无论如何，窗口是有的，通风是有的。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它的那个 master room 长什么样了。你有留意到细节吗？这房子完全没有走廊，一步就进来 master room， 所以800多方尺，它真的用完800多方尺，全部用在你生活空间里面。这个房间是正方形的，那一样啦。这个户型，如果你有认真挑的话，还可以选到一些看着 golf course 的景观你要看这游泳池，其实也有了啦。我们可以认真的筛选，一样联系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更多的 info。那一样的，我们 master bedroom 全部配衣柜，然后 aircon 我们是会有，客厅 aircon 有，2房我们就没有给了，但是所有的 point 都已经安装好了。现在看我们的第2个房间，这个房间其实我觉得有点空。那这边放下一个衣柜应该就差不多，或者做一个梳妆台 dressing table。2个房1个客厅，看出去都可以看到无遮挡的景观。基本上这个房子呢，刚开始为生活打拼，要准备组织家庭，几年后等房子建好，如果你是想找这样的房的话，我觉得这个 very nice。然后你甚至不用开车，隔一条街，你就可以送孩子去黎明华小上学了。上下学你都不用开车，你去隔壁就可以了。偶尔你还可以搭下 LRT 去远一点点的地方。如果你买了演唱会票，哇，更容易你从阿旺博萨直接到那个布吉加六那边下车，你就到体育馆了啦。好，今天的这个看房啦，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啦。好了，来到最后总结 Queenswood 的部分啦。那这个项目的开卖无疑是在 KL 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啦，对我来讲，因为终于有一个住起来很舒服、大套，而且地点方便程度都非常好的项目终于出现。这个 Queenswood 最小都会有2+1房3房这个是很符合自住型的这些需求的人过来这里购买的。再加上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单位刚好它又符合到外国人可以买的门槛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兼顾到方方面面，而且我们连大的1400 square feet 都有，那总雄点很厉害了啦。然后再看看布吉加六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多人讲，但它其实是非常完善，地理位势那个优势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点我可以这样子讲。那这个地点它好就好在哪里我这里帮你总结一下几个重点。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热爱运动的人你对面这里这个大型公园已经足够你每天早上上班之前过去运动，然后周末还可以带上孩子去那边玩第2点就是，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的话，它的旁边就是了。如果你喜欢逛零售商店，或者你偶尔会去 bank 那边做一下事情的话，特别是 Public Bank、Hong Leong Bank， 它就在边上。那最重要，它是出到去大门口一个 U 拐就到 Pavilion Shopping Mall 了有很多儿童设施，这个 Pavilion 就很满足到大部分的家庭。总之它方方面面都是很好。那讲到去上班族的话这里就是有地铁，然后通过这个地铁你就很快的可以去到市中心里面上班。那对于如果行动不方便的人因为这里每一个 layout它的进出口、大门口
还是去厕所的这些空间哦，它全部是做 ramp 斜坡式的，所以家里就算是有老年人啊，轮椅都是方便进出。那出门这些人，可能走路走不到太远，行动不太方便的 ，OK， 这里也有免费的载送服务，送到你去几个地方 Bukit Jalil 的 bus stop、LRT 地铁站，可以送到你去那个医疗城，还有把你送到去我们最喜欢的 Pavilion 商场百威年。就基于这几点，我认为这个项目已经是可以覆盖到大部分人的需求了的啦，可以说是谋得顶，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一个项目，给它评分很高，可能也是因为我特别钟情于 Bukit Jalil 这个地方，因为你想要在市中心里面哦，你要找一个公寓有漂亮的绿地景观，我可以跟你讲是非常难得，尤其是市中心里面更加不用想。那有没有别的地区有 Bukit Jalil 的条件？我可以讲是没有，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我认为这个项目啊，可以是讲开卖到卖完了，应该很短时间就可以到达了的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的那个情况也可以买得到的话，不要犹豫啊，马上点击上面这个联系号码联系我们，了解更多，然后我们就可以send到你更多的详情，再接待你来我们这里了解这个项目了。那分享到此为止，记得 like、follow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那我是 SY， 留意我们下一期的房产介绍，我们就下一期见了，拜拜。